正因为我不是您亲生儿子，我活着才有了绝顶的追求目标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我得到很多很多的幸福。行啊，往前说，爸爸一直相信你；往后说，爸爸永远相信你。以前我一直苛求自己，要感恩，要报答，像亲生儿子一样。但是现在没有这种苛求了，已经是了。能给家庭光荣，给父母骄傲，我们已经血脉相连了。你怎么说我都觉得有道理。戴农所有人都感谢你。不要说谢吧。这是你应该的，不许说谢。不是我，是你光明哥哥。香儿，我同意你的选择。再说，戴农现在也不需要你了。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让你很受罪的。我们很想一把把你搂到怀里来，可你还有那个姑娘。真是让人分裂的选择呀！你别为难，带着严冰河的女儿好好过日子去吧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支持。怎么了？只要我和严峰在一起，就永远不能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们。我们和您和妈，就永远不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。只要你幸福，我们就高兴。香儿，你对丹农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。啊，他醒了，去看看他。妈，严女士，您明天在杭州吗？如果在，可否于上午9点前往德聚仁和公司？您委托的首席情报官的项目已经接近尾声，该是我们做全面汇报的时候了。严总，我公司董事长郑秋冬先生向我传达，他作为德聚仁和的首席猎头顾问，已基本完成您的委托。明天早上9点，请您前往我公司，由他向您呈交前阶段的调查内容。双鹤女士，盛华的项目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，我们感谢您这段时间的耐心等候。我们有能力为您提供一个理想的职位，以及与理想职位相匹配的理想环境。德聚仁和的努力正在变成成果，期待着与您共享。恭候您回应的郑秋冬。郑总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可以了。
郑秋冬怎么关机了？决战在即，他可能关机了。不是给你放假了吗？我情愿换休，今天不比平常。明白。我可以去旁听吗？当然可以。这个时候你的出现有助于他的发挥，一定要来。一会儿罗艺人过来啊，烦他，烦他把他轰走啊。我们开始吧。今天是德聚人和向委托人盛华公司交稿的日子。在这项专案执行的过程中，我们本着全方位服务的宗旨，接受了委托方和受聘方所有的条款，这是本人从业以来接受过的最苛刻条款。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，核心点很快落到了盛华现任首席情报官陈湘先生的身上，成为了三方都要面对的焦点。下面我先宣布调查结果，再进行详细解说，可以吗？我的结论是，这10年以来，陈湘一直都是丹农的商业间谍。别紧张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严小姐，对不起，请往下听。人脸识别搜索是 KSCAT 团队的最新技术，我把识别软件一并搜，全线搜索，监控什么人，想看什么秘密，随便。双城大厦的监控系统是免费领用 ，KSCAT 团队只希望你把使用心得告诉我们。放心，后台操作，监管人员一般不会发现，慢慢享受。我们几乎同时收到您2位的委托，这种事儿实在少见，内容也都是找陈湘的替代者。让我和林经理费解的是，您2位还都是背着对方在做。德人对商业间谍的结论是要负责的。说一些实质性的发现。实质性的发现我已经说了，陈湘一直以来都在从事商业间谍性质的活动。严小姐，我今天的陈述很特殊，希望您可以多一点耐心。今天您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陈湘。听个故事，还当真了？
对，确实该换一种心态，全当听故事。盛煌最初怀疑公司内部有人向丹农泄露研发情报，是在2007年。第2年，公司成立 BIO， 也就是在那一年，28岁的陈香成为了首席情报官。半年后，盛煌的纯彩翠透系列已经问世，丹农的同款高仿产品纯齿香衣系列也精彩亮相。2套产品的实验室材质比对完全一致。第2年的彩妆营养系列，精华水限量版概念也完全被丹农复制，甚至连新产品发布会的创意，主打北京奥运会也被完全照搬。如果没有内线提供核心机密，这一切都不可能做到。产品被模仿，市场被挤占，严总和盛煌的高层大为恼火，请律师，请调查公司，进行了长达几年的调查，打了几场没头没脑的官司，最终一无所获。当然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，所谓收获只有2条，一是从丹农的内部得到可靠消息，他们的研发经费几乎为零；二是首席情报官陈香有重大嫌疑。再往后，调查就停滞下来了，没有目标了，形势随后就改变了方向。严大小姐和陈香恋爱了，再往下，调查的焦点不再是情报，而变成了爱情。严小姐和陈香的恋爱故事便这样开始了。故事都是这样瞎编的。你刚才说的是11年、12年的事儿，我和陈香08年就好了，怎么说是爱情故事的开始呢？严小姐不提醒我，我还差点忘了。你们都好了4、5年了，为什么一直都不谈婚论嫁呢？严总不着急吗？这不是个好问题。孩子高兴我就高兴，有什么可急的呀？好了4、5年就必须谈婚论嫁吗？不介意吧？罗小姐跟你我公司都有业务往来，也关注这个案子，她是来旁听的。你好，严总好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继续谈。郑总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好了4、5年，就必须谈婚论嫁吗？没有必要。但是怎么说呢？一般来说，好了4、5年的谈婚论嫁的多，不谈婚论嫁的少，都正常。好了4、5年并不一定要谈婚论嫁，但是你们2个低调的关系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企业的焦点呢？我的分析是，陈香感觉到了来自企业内部，比如顾如敏阵营的那伙人要查她，对她造成了威胁。严大小姐当然是她最好的挡箭牌，所以我修正刚才的说法，你们高调的爱情故事就开始了。郑总，您对谈情说爱有权威的话语权吗？权威的话语权当然没有。我知道严小姐后面等着我的是什么话，不说了。往下还是接着说沉香的事吧。在最关键的时刻，严小姐保护了沉香，给了她喘息的机会。她抓住了顾如敏的经济问题，打了一个快速的反击，把一直跟她作对的小集团彻底清除掉了。再往下，怀疑沉香的声音越来越弱。有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，我以为盛煌丢下了大把的钞票，应该很早就查出了沉香和丹农潜在的关系。一经调查，我才发现我错了，沉香和丹农的老板刘安的关系竟然没人知道。我们不是公安局，不能想怎么查就怎么查。请过私人侦探，监听啊、跟踪啊，结果都不了了之。结论：沉香有嫌疑。
但都找不到他与丹能公司有任何关联。我现在最想听的就是你的高见。我认为您的调查人员都被沉香收买了，有一些疑点并没有那么难查。沉香15岁的时候做过心脏移植手术，这你们都知道，并不是秘密。但是你们知道他的心脏源是谁提供的吗？是丹农老板刘安的儿子。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清楚，那离真相就真是10万8千里了。往下说，我想听你怎么把它说圆了。1995年，那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，手术的资料至今还保存在阜外医院的档案柜里。刘安的儿子在15岁那年，因为一次交通事故，弥留之际，他把心脏捐献了出来。这个孩子叫刘光明，是刘安的儿子，一名优秀的小足球运动员，德国足球的粉丝，当年克林斯曼的崇拜者。在沉香的办公室里，有4名德国球员的照片。这4个人看似没有什么逻辑，其实是德国参加这几届世界杯的18号球员，是克林斯曼号码的接班人。沉香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心脏主人刘光明的怀念。如有证据，请交给我。都会给您的。刘光明留给沉香的不仅仅是一颗心脏，还有一个旧台灯。在沉香的心里，这盏台灯应该从来都没有熄灭过。这在刘光明的语文老师回忆的文章里，在沉香的办公室里，都可以看到。严小姐，我问过你，为什么在他一个人的办公室里会有2张办公桌？你的回答我不满意。我认为一个是他自己的，另一个是他留给心里的那个伙伴的。他为什么会迷恋台灯？这个解释应该幸福吧。刘安是一个重情义的人，儿子走了，他把沉香当成亲生的来养。这段历史几乎没有人知道，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小人物，没有人会在意的。刘安是一个思维缜密的人，可是再缜密，他也没有穿越时空的能耐。1999年，他的事业开始发达。南国纪实发表过一部长篇报告文学，丹农化妆的创始人刘安是写他创业的。当时的刘安不会想到，沉香以后会成为与丹农集团生死攸关的一枚核棋子。在那篇报道里，他说了大量以后必须隐藏的秘密。在那篇文章里，他提到儿子的过世给他带来的巨大打击，也提到了儿子把心脏捐献给了一位素昧平生的孩子。你所说的有根据吗？都有，这些你可以带回去看。8、9年后，当严老板追着刘安打官司，拉开架势找证据挖内奸的时候，他突然意识到，那篇老掉牙的报告文学里还留着沉香的线索，于是他开始销踪灭迹。南国纪实在2009年就停刊了，唯一可以看到它的平台是全纪实网站。很快，刘安花钱让网站撤下了1999年的第2期，也就是这期。这样，在公共信息平台上就很难再看到陈刘2人的关系了。即使有个别人知道，也不会再做横向联系，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来往了。很新鲜，好像你就是目击者。不管真假，我爱听。有些也有耳闻。我请您是想找个沉香的替代者。你做这些额外的调查，你什么意思？叶小姐，我找到替代者有一个不算过分的要求，他
他们想知道严总为什么会不信任陈香，替换的理由是什么？我有义务多了解一些，免得继任者重蹈覆辙。我也是在调查的过程中，发现他和刘安的渊源的。那你应该把这些发现讲给那个人听，不是我们。我在监单的时候就问过你，你背着您的父亲更换情报官，如果您的父亲不同意怎么办？您说到时候会跟他摊牌的。如果我不发现这些，您凭什么跟他摊牌？他和刘安的关系，你信吗？姑妄听之。接着讲，反正打死我都不信。别傻了，可以信的。说实话，我是同情陈香的。他有很矛盾的一面，没有人能够理解他。或许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刘安一个人可以安慰他。这么多年，他在感恩刘家和背叛严家之间经受煎熬，在荣康心理咨询治疗了6个月，一直没有好转。他的痛苦一直在加深，变得更加焦虑。痛苦焦虑是你猜的吧？荣康的医生会给你说这些吗？把开水和凉水浇在一块儿，不用伸手测试，也该知道那一定是温水。他是去做过咨询，但并不是像你说的因为什么痛苦焦虑。现在做这种咨询的人多了，那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焦虑，但不会跳出我推断的范围。我不相信一个人要在爱人和恩人之间必须选择放弃一方，他不痛苦不焦虑。我相信我的推断是合乎情理的。你的推断要总是合乎情理的话，你今天就不会是孤家寡人。别太自信。现在说的不是我的事情。秋冬，别太激动，让严小姐把话说完。 OK， 你继续。为什么？他去做心理咨询是为什么？我本来是不想说的，都是你逼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烦人。有的时候，那是一定的。说吧，为什么？是因为移植的心脏是有生命期限的。他一直在感受死亡的靠近，白天怕天黑，天黑怕天亮。这种恐惧是我们正常人无法感受的。咨询师说这就是焦虑性神经症，我翻书查过，也就是死亡焦虑。对不起，是我太粗心了，我早该料到的，对不起。可能我没有说清楚，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中，对他，我是有怜悯之心的。他的心脏，的确是我忽视了。 也平复一些，平复一些吧。怎么了？大厦安保部的人找你。 黑客入侵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林总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林总，我们能进去旁听吗？
我本来都想好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把沉香的苦处给说出来。他不想让人知道这些，更不愿听人追着他后面说一些安慰的话。他最讨厌被人可怜，因为他的童年很可怜。他恨童年。生命无常的人和你们想的不一样，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跟我谈婚论嫁的原因。他永远没有明天，一觉要是还能醒来，那就是运气好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想简单了。但是我相信他至今都没有解决你和刘安他要放弃谁的问题。大厦的保安部来人说，局域网的视频监控系统显示有黑客入侵。黑客怎么可能清楚飞控项目？也许不是路过的黑客，是特意拜访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早上好，沉香。你说什么？你侵入了我们的网络和监控系统，不如露个脸吧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并不是难事，我也相信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见到你。可以。你们在搞什么鬼啊？可能有人会来拜访。他还是黑客？他什么都是。我们的视频监控系统被侵入了，刚才会议的内容被窃听了。什么人？报警！报警就不必了，都是熟人。这是哪儿啊？这不是？你怎么出现在这里？你们好，严总你好，侯你好。没想到吧，郑总，没想到我们会是用这种方式见面吧？你好，沉香。只要愿意就好，方式不重要。说的挺好。刚才你们一直在聊我在听着。你是故意的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是经常给人意外吗？沉香，我们可以对话吗？可以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窃听我们谈话的？是一开始还是刚刚？一开始。从严总坐1号电梯，红红坐2号电梯上来的时候就开始了。从头开始听的，那就好。说明那个关键词你是听到了。没错，听到了。商业间谍。你承认吗？这都是老生常谈了。我承不承认不重要，关键是看严总怎么看。刚开始只是怀疑，如果真如郑总所发现的，你和刘安有那样的关系，我相信。即使是真的，我也不信。谢谢信任。郑总，我是来听你讲故事的。有些话不适合当着你们3个人的面说。
我还是不说了。我不过是要为严总、为严小姐找一个替代你的人，现在已经越俎代庖了。如果属实可以说的，就当是我对严峰的交代。其实我没有胆量告诉他我是什么人，是怎么走到今天的。有些事情，他不愿意相信，说了你就会失去他。还有什么？失去他是早晚的事，拜托了，都告诉我。好吧，那就从你读南大第2年退学说起吧。在说到那次退学之前，我先绕个弯儿。严总，1999年是圣皇腾飞的一年，芦荟叶提取技术让您站到了行业的顶峰，南方化妆品市场的半壁江山都抓在您的手里。也就是在那一年，一个极富创新精神的同行看上了圣皇的研发价值，这个人就是丹农的刘安。他的低端产品在浙南一带的乡镇市场刚刚打开局面，无奈他知道研发的重要性，却没有研发的能力。眼看着自己的市场被您迅速占领，他死的心都有了，心中的郁闷无处倾诉。他只能说给家里最有文化的，或许也是最了解他的人。这个人就是儿子沉香，可以说是儿子吧。当然，就是。你有感恩的心，也是孝顺。老人的无奈你听到了心里，并决心要为他做些什么。你选择了退学重考，这次你考的是中国科技大学，学习竞争企业情报，这是你想要的。你坚信将来所学之长能报效父亲。你说的只是我吗？19岁的我有那么成熟吗？从退学再考这点来看，确实还不那么成熟。圈子是不是绕大了？说刘安，别着急。大学毕业后，你本想回丹农帮父亲创业，可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刘安并没有接受你，而是把你送到了美国。你进入了 IBM 事业运营委员会，当然你只是打杂的边缘人，但即使是小人物，你也是亲身参与了竞争者导航运动的人。我从你未来的继任者那里了解到，竞争者导航运动可谓是情报界的行业经典，波澜壮阔。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，对全美12个竞争对手实施全方位的监视、追踪、调研。你未来的继任者说，你的这份经历让他肃然起敬。包括后来认识你的严总，尽管在那个行动中你只是个中译英的小翻译，但你有了大场面的见识，还有刘光明留给你的喜欢独来独往的大心脏。谢谢，谢谢你帮我找到那段有激情的记忆。2006年夏天，严总前往美国寻找竞争情报专家，着手成立竞争情报办公室。严先生落地后请到的翻译恰巧是你，这是偶然吗？难说。面对中国最成功的化妆品企业老板，你突然发现了回报刘安养育之恩的方法，当然是你发现的，还是刘安提醒的，这个细节我确实不能确定。但是打入圣皇内部，站到巨人的肩上，建立自己的高度，这个思路在当时绝对是让丹农起死回生的一剂妙药。谁能做到？还有谁呢？只有你，陈翔。很快，严先生一回国就收到了一份完美的情报官履历，是陈先生自荐的。我想刘安也一定是在幕后出谋划策的人。我在美国见沉香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您还记得当时的贴身助理沈洛吗？就是那个被您赶走的小酒鬼。他现在和顾如敏一起做冷链生意，是他帮我回忆的。啊，对了，他现在已经滴酒不沾了。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很舒服，很解脱。不想打断，郑先生继续。接着说。说吧。严总得到了理想的情报官，当然喜出望外。4天以后，你们就在上海签了合同。说来难以置信，从此往后，上海丹农也就开始了他们的研发事业，而且研发节奏与圣皇的研发完全一致。再后来的事情不用说了，丹农在你的策应下，发展速度可谓日新月异。陈先生，我话已经说到这儿了。严总，严峰，对不起。郑先生说的基本都是真实的。当然了，一些想象的部分可以忽略。感谢郑先生为我开了一个头。下面该我说了。我是曾经出卖过圣皇的利益，我是刘安安排在圣皇里的人，对不起。不用说我的生命是他给的，容当厚报。我一想起刘家那3间刚起家的小作坊，父亲当着敖红的双眼，去推销他那廉价的几车护手霜，然后攒钱供我读书，帮我买药营养品，我就觉得无论我为他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都不叫犯罪。没错，我一共9次向丹农提供32种秘密配方。陈翔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再说就要负法律责任了。其实我1年多前就已经收手了，不再是你们所说的商业间谍了。即使做了，你也不该承认。你让我怎么办？带着目的来到圣皇，你怎么能10年心不变？陈翔，你为圣皇立下了功劳和造成的损失，谁轻谁重，你最明白。我不是圣皇的律师，不想跟你纠缠这些。我的任务不过是找到你的替代者。你以前作为与我无关，至于严总的信任、严小姐的感情，我估计都是你以后无法弥补的。从今天起，你必须要做出选择了。红红应该知道我的生命是有期限的。跟我好，就是为了保护你自己。不是，要说保护自己，我可以远走高飞啊，这是最好的保护办法了。因为我，你才不远走高飞。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有罪恶感的人。不用心是不会感到有罪恶感的。其实我有很多钱，非常多，可是我就愿意留在你身边。寸金难买寸光阴嘛。寸金难买寸光阴。
你哪来那么多的钱？陈先生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不想说了。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？